累坏了吧？跟您说不让您爬长城，您非不听，还使劲往上爬。年轻人这么爬也受不了啊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没爬过长城啊，哼，还不是就是因为你那个，啊？算了，不说了，回房间吧。哎，爸，你等一下。爸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到哪去啊？您别像跟看犯人这么看着我，我有正事儿，先走啊。哎，哎，哎，累死我了。回来啦！哎，老花，给我放洗澡水去。哎，放洗澡水了。不服老不行啊！年轻的时候爬长城，我噌的一下就上去了。今天不行了，脚也扭了。啊？你把脚扭了？哪只脚？是这只吗？2只都扭了。哎呦，来，我给你揉揉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？啊，你说嘛，你就是爬长城，哎，你就去意思意思就完了，还真爬。哎，疼吗？轻点啊！轻点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，让小龙陪我去爬什么长城？哎呦，真是，你爬一爬你就下来嘛，谁让你真爬这么长时间啊？以前咱们来北京的时候，你陪客户不是也爬过长城吗？自己笨蛋。我哪知道你谈完没谈完？你又不给个信儿，当小龙的面，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哎，小龙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接了个短信就跑了，估计啊，又是那个宋小姐。又去找宋琴去了，你怎么不拦住她呢？我这腿拦得住吗？啊，行了，我错了啊。哎，你跟宋琴谈得怎么样？谈得挺好的呀。就你这个人呐，一天到晚小肚鸡肠的，提防这个提防那个。人家宋小姐啊，一口答应帮我们一起劝儿子跟我们回温州去。但愿如此啊。但我们不得不防一手啊！生意场上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啊？谁不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？当你的面，把话说得比蜜还甜，转过身去又是一个样。我就怕这个宋琴啊，当面把你哄得开开心心的，飞过身去拼命拉着小龙往他的服装店砸钱。不会吧？宋小姐看上去不像是那么坏的人。什么？我妈去找宋晴了？怪不得她让我爸陪我去爬长城呢，合着自个儿调虎离山找宋晴去摊牌了。哎，那你现在到底什么态度？你到底爱不爱宋爷？当然爱了，我都跟他们挑明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算你有个男人样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本来宋晴就顾虑重重的，别被我妈这么一吓，更往回缩了。你算是说对了。宋姨答应了你妈，劝你回温州。哎，你现在可不能怂啊！看来我在他心目中真的一点位置都没有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吧，前段时间你失踪那会儿，全天下的人都劝宋爷要报警，可他就是誓死不报。他要不是爱你，他能那么做吗？你说真的？废话，不是真的还能是主的？好，你放心吧，我明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陪你爸你妈呀？我知道我妈来找过你了。回温州去吧，
服装店的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不管我妈对你说了什么，我只想说，我不会放弃服装店，更不会放弃你。我走了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你好。为我好，让我放弃我的心血，放弃我的事业，放弃我的爱情，这就叫为我好？你个臭小子，你懂什么叫心血？就那么个服装店，还心血？还算是你事业的终极目标？太没出息了吧！跟一个比你大10岁的女人，这叫爱情？简直是胡闹！爸爸说的对，儿子，你想开服装店，咱们回温州给你开一个大的。你要想找个女朋友，妈妈给你介绍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。妈，我不是小孩了，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事业和女朋友，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哎，你搞搞清楚啊！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的啊！你是我们的儿子，你必须听我的，必须跟我们回温州去，必须和那个宋晴断绝来往，听见吗？绝不！嘿，你小子反的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不认爹娘啊？太不像话了！哎，你不是说那宋小姐人特好吗？她怎么反过来向儿子告我们的状啊？就是呀，没有想到这个宋小姐这当人一套背后一套，让咱们的儿子这么迷恋她。哎呀，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呐！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干坐着，得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我可不管了。你不管，我管。谢谢您啊！哎，谢谢您，老板。哎，谢谢。你怎么来啦？最近生意不错嘛？啊？是，自打开了网店以后，实体店生意也好起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不喝。你真来关心我的生意啊？还是叶红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也是担心你。哎呀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麻烦你们少替我操点心，行不行啊？那李小龙不懂事，你当我也不懂事呢？哎，不会有事的，放心。唉，其实啊，这段时间跟这李小龙打交道以来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人不坏。现在对你吧，也的的确确算是一腔热血。你对他，反正吧，大家也心知肚明。哎，说句实话，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要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就给你交一底，行吗？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儿。我是多大岁数的人？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可是在关键的时候，大是大非面前我可不犯糊涂啊。我40岁了，还离过1次婚，不会在这上面再栽跟头了。你说呢？哦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不过说实话，我真的没觉得这姐弟恋是什么罪。怎么了？谁规定的呀？就必须这男的找一比自己小的，女的就不行？哦，他们可以娶一个比自己小10岁、20岁，那30岁的都有，咱就不行啊？嘛呀你，别跟外星人似的看着我啊！我不是什么老古董，但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你不行啊！你跟李小龙不行，我不赞成，因为你是我朋友，不想让你吃亏。别说别的，就说10年以后啊，人家40，咱都50了，老太太了，咱别指望一个40岁的男人啊，长得不错，还有经济实力，还对一个老太太好。哎，就别说咱50了，咱30，
那也不行，现在那帮小姑娘跟下饺子似的，疯狂的往上扑。换一人吧。那我不扑他，让他扑我不行啊。得了，我跟你开玩笑，别当真啊！你这人较劲。行了，踏实的吧。师傅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李小龙的父亲。哦，请进，请进。啊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，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啊，102的宋晴宋小姐啊，对我们孩子特别好。我这次来北京，一是看看儿子，二是来感谢一下宋小姐，再看看她的爸爸妈妈。可是好像她跟她的父母不住在一块儿哈。那您知道她父母上哪儿去了吗？他母亲好像去世了，他父亲住在养老院。这个宋小姐每周呢还去看他一次。师傅，您知道是哪家养老院吗？是寿山福海养老院。宋老爷子，有人来看您来了。这位就是宋老爷子，你们聊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啊，待会儿回家。走，咱们那个。好。那边玩去。老先生，您是？我是李小龙的父亲。李小龙的父亲。哦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啊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。您找我有事吗？老先生，既然您知道我儿子是谁，那么想必也知道我今天来的原因吧？我不太明白。没关系，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。我的儿子李小龙和您的女儿宋晴合开了一家服装店，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那么您知道我儿子喜欢你女儿吗？啊，您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？连你儿子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的儿子比你的女儿小10岁，这个你应该清楚吧？据我所知，是您的儿子死缠着我的女儿不放吧？说实在的，就是您今天不过来说，我也不可能同意他们俩之间的事的。我的女儿也不是只懂得做小生意，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，一般的男人我女儿也瞧不上。老先生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。您还是管好您自己的儿子，不要赖着不走。我们老宋家是不会留人的。好。姐，你学得真快，这才几天呀，就被网店管得有模有样的了。那都是因为你这个老师好啊。你怎么还跟这儿待着啊？你爸你妈来了不陪他们，他们会伤心的。赶紧回去吧，店里没什么事儿，我一个人看着就够了。我才来了3分钟你就赶我走，我又不是瘟神。宋晴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叔叔，这个就是李小龙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啊，上次不都跟您说了吗？这个服装店是我们俩合伙办的，搭档的关系。宋晴啊，宋晴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李小龙的爸爸都跑到养老院找我来了，口口声声说你霸着人家的儿子不放手，还求我高抬贵手放过人家的儿子。你说，你让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搁？小龙，你
爸妈怎么回事啊？叔叔，你别叫我叔叔，你跟我差了2倍，你应该叫我爷爷。爷爷，对不起啊，您别生气，我不知道我爸去养老院去找您，他们太过分了，我这就找他们。爸，你上屋坐会儿吧。你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爸，哎，小龙来吃苹果。你怎么了？我爸呢？在屋里呀。哎，小龙，爸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居然能上养老院找宋青他爸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啊？有你这么跟爹妈说话的吗？长辈也想得到晚辈的尊重，就你拿出点长辈的样来，您这么做也太荒唐了。我和他谈不好，只好去找他老子。你找宋青他爸爸去谈了？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事儿您跟谁谈都没用，因为一直以来就是我死缠着宋青不放，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而且他一直让我跟你们回去，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我。这个女人这么做，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啊！她在引诱你。我告诉你，小楼，你爸爸做了一辈子的生意，什么人没见过啊？完全是引诱。爸，您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？怎么难听啊？啊？这都是事实啊！搞个什么服装店还住一块儿，哪件事情不是在给你下套啊？这么大年纪的一个女人，和我和你妈一辈的人，还好意思老缠着你？说到底，小楼，她不会爱你的，她是忽悠你投资到服装店。投资是我自愿的，没人拿枪逼着我让我投资。爸，你太不可理喻了。小龙，哎，小龙，听妈话，听妈话，来，妈跟你说啊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啊！你说你这个老头子，你怎么拿脏水往人家身上泼呢？我都看出来了，是你儿子啊上着杆子追人家，不关宋青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爸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我跟宋青跟定了。我说荷花，你到底是搬哪头啊？啊？你跟小龙见了？对，他跟我说，他跟他父母刚吵完架。哎呦，这回李小龙他父母看来是铁了心要把他们俩拆开了，都找到养老院去了。我看宋晴啊，躲都没地儿躲了。就是呀，所以呢，我才那么着急的把你们叫来。我觉得咱们得想想办法，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宋爷又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吧。再说了，小龙哥他现在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他这样跟父母硬碰硬，根本就起不到效果呀。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哥，现在绝对是你发挥你职业特长的最佳时机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呢就亲自出马去找李小龙的父母谈判，用你的3寸不烂之舌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他们说的哑口无言。我说你就别瞎出主意了，行不行啊？这种事儿，旁人没法管，清官难断家务案，知不知道？那怎么办呀？
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？其实呀，我倒是挺想去找他的父母理论的，但是我就怕我说不了3句话，就直接被他们给噎回来了。哎，你可别瞎闹啊！平常闹我就不管你了，你这会儿你再瞎搅和，适得其反，你就别管了啊。放心吧，姑，我知道我自己是个成事不足啊，败事有余的人。这回啊，我保证老老实实的，光出点什么馊主意什么的就完了。哟，你什么时候谦虚上了你？这些日子都经历那么多事儿了，交了那么多学费，我还能不长点眼力劲儿吗？姑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你亲自出马才行。请问2位是李小龙的父母吧？啊，是。是。您我是杜小玲，我给2位打的电话。啊，请坐。我是正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你是律师啊？那你找我们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是宋晴的朋友。哦，你是宋小姐的朋友啊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说呢，我们正正经经做生意，老老实实做人，怎么会有律师找上门来？真是的！你别说了，您是宋晴的朋友。看来就是给宋晴撑腰的吧。我想啊，律师也管不了我儿子的终身大事吧。别说是律师，就是国家主席也管不了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想除了小龙自己以外，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发言权的就是他的父母您2位了。那你今天找我们什么事儿？尽管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发言权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知道你们2位反对小龙跟宋晴在一起，因为宋晴比小龙大10岁，你们希望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，这我能够理解。其实不光你们了，作为他的朋友的我们来讲，起初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们也是极力反对跟阻止的。因为宋晴跟小龙不一样，小龙还年轻，他要是这次不行了，还有机会再重来。可是宋晴不行，他已经40了，而且还有过1次失败的婚姻，他输不起了。可是宋晴还是决定跟小龙在一起，他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后来我看见他们俩在一起，我相信其实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年龄真的不是问题。所以我希望你们2位能够给他们机会和空间，好吗？哎呦，杜小姐，你真不愧是大律师，这说起话来嘛，真是一套一套的，听起来是有道理。但是你想一想嘛，小龙是我们的儿子，你说这天下哪有父母不为孩子着想的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事情放在别人身上怎么说怎么有理，可是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接受不了的啊！如果今天你是为这个事情想来说服我们的，我告诉你，那最好不谈。好吧，该说的我已经说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2位，以后请不要再去打扰宋晴的父亲。宋叔叔有心脏病和高血压，他经不起这种刺激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2位了，我还有点事情，先走了，再见。小龙爸爸，他什么意思？这是？
看来宋清后面有高参呢，得赶紧把儿子带回去。小龙在北京多待一天，就多一份危险。走。危险？喂，振东啊，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？没上班啊？哦，嗨，刚才啊，跟小龙的父母刚见完面，跟他们聊了聊宋晴的事儿。哎呀，不怎么样，父母还挺顽固的。哎，反正我已经尽力了。哎，我现在回事务所，回头给你电话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小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怎么了？这是又受什么打击了？别提了，我爸妈天天逼我，晴姐一天到晚躲着我，我现在连他人影都见不着。他不到你们店里去了吗？他为了躲着我，连生意都不要了。这怎么行啊？那你们店里不就没人手了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思思，账算的差不多了，你先看看，我到他们店里看一看，好吗？行，红衣，那你快去吧。现在他们俩这个样子呀，谁都没有心思管店。叶姐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走了啊，哎，红衣慢走啊。哎，你抗打击能力也太差了点吧？苦不苦？想想红军长征2万5，你这才受多大点委屈啊？就跑我这儿买醉来了？我不是买醉，我是心里憋得慌，想喝一杯。你把时间浪费在我这有什么用啊？你就算喝100杯，喝死了也屁事儿都不顶。你有时间啊，你就好好琢磨琢磨，怎么样去打动宋怡的心，还有，怎么样去说服那3位顽固不化的老古董。我连他人都见不着，我怎么能去打动他的心呢？那你得想办法呀！啊，你现在坐在这儿就能挽回他的心了？那你说说，怎么才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呢？浪漫。浪漫？对，我告诉你，这女人不管是8岁的还是80岁的，都逃不过男人的浪漫。浪漫绝对是对女人的必杀技。男人爱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有什么可笑话的？你给我摘了！不摘，坚决不摘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爱情本来就是幼稚的，成熟的那叫亲情。你拆不拆？不拆。凤翔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要说服你爸还有我父母。
我让全世界人知道我爱宋清。哎，兄弟，干嘛呢？示爱呢？闹窝囊啊！你来找我干嘛？我没什么话可以跟你说的。叔叔，我今天是特意替我父母来向您道歉的。不是说了叫我爷爷吗？别叫我叔。那可不行，那就差辈儿了。我将来还要做您女婿呢，所以我必须叫您叔叔。我没这么好的福气，求不来你这样的女婿，还是老实叫我爷爷。还有，离我的女儿远一点，早点跟你的父母回温州去。叔叔，您先消消气。我今天来是诚心诚意的替我父母道歉的。我知道是他们做的不对，但其实他们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，是因为突然听说我爱上了您的女儿，所以一时情急才来找您的。我希望您能原谅他们。您放心，我会做通他们的饲养工作的。小龙啊，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是生你父母的气，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。不管哪个父母碰上这种事儿，也会急火攻心的。倒是你还是回去吧，你们俩的事是不可能的，你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别站着了，你坐吧。谢谢叔叔。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，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宋晴的。你给我站起来！谁让你坐了？怎么好说歹说你都听不进去啊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，宋晴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我说的话全是耳旁风是吧？叔叔，我知道您担心宋晴比我大10岁，怕我只是感情用事不计后果，等时间久了就会抛弃她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是真心喜欢宋晴的，没有人能动摇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你只有跟他在一起，我才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。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一点用都没有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你们的事儿我也管不了，你自己去处理吧。叔叔，其实我今天来并没打算能够得到您的支持，一个真的是替我父母向您道歉，第二个就是想表明我的立场。你好好休息吧，不打扰您了，我先走了。
喂，凤晴啊，是我。爸，您怎么来电话呀？关心一下自己的女儿，是每个父亲都愿意做的。无论女儿多大，父亲多老。李小龙来找过我，你们的事我不插手了。他都跟您说什么了？怎么会突然？这孩子身上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有一点我很看重，我觉得他比邱志国更像个男人。小晴啊，爸想问你一句，你究竟对李小龙有没有感情？爸，有没有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他不可能在一起。这里面的问题和矛盾都太多了，太不现实了。唉，爸爸老了，你们的事我也管不了了。爸爸只送给你一句话，一切你自己决定，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谢谢您。上哪儿去了？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像看犯人一样那么看着我呀？又去找宋晴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宋晴我是取定了，你们耍什么花招都没用。我刚才上养老院去找宋晴他爸谈了，连他爸都不反对，你们也趁早想开。你给我站住！什么想开不想开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反吗你啊？哎呀，我说嘛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看啊，收到儿子数落了吧？热脸呐，贴个冷屁。看来明天还得去找那宋老头。找宋老头。找宋老头有什么用？你儿子愿意。你们丁二位怎么今天一起来了？老先生，可能我上次没把话说明白，那么我今天再重申一次，我们坚决反对小龙和宋晴的事。哦，是吗？那正好啊，我也是坚决反对我女儿和你们儿子的事的，咱们的意见挺一致的嘛。不是，老人家，我们家小龙跟小龙爸爸说，你同意不管他们的事啦？那肯定是你们儿子听错了，他俩的事我是肯定反对的，也是肯定不赞成的。不过咱们反对有用吗？要有用，你们为什么这么三番两次的跑我这儿来干嘛？还有，你们不就是有些钱吗？有钱就很了不起吗？有钱还不是照样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？他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呀，咱们都老了，孩子们都大了，管不了了。你们呢，还是学着看开点吧，儿大不由娘啊。